3年前，林芝是我的准姐夫。3年后，我成了林芝的老婆。今天是我和林芝结婚3周年纪念日。我看到了亲姐姐夏琳的朋友圈，是她和一个男人的亲密合照，配文写着在一起的7周年，有你真好。那个男人是我老公林芝。接着我就收到了林芝发来的短信：夏早早，琳回来了，我们离婚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第2天中午，林芝终于回了家。我正在厨房里面做饭，她冷眼看我说：夏早早，我们离婚吧。眼里没有丝毫内疚。我说：好啊，我同意离婚，你打算怎么补偿我？她一愣：你想要什么？我说：你家公司50%股份。凭什么？林芝眼里满是诧异，她还想说着什么，我出声打断，扯了扯嘴角，声音冰冷：就凭当初是你求着我嫁入林家的，你以为我是没人要吗？这么随随便便就结婚离婚？4年前，林芝、夏婉2人订婚前夕，夏琳突发奇想要出国，林芝的父母不同意林芝一起跟去，因此他俩被逼分手。对于我们这种家世的人而言，两家很难撕破脸皮。不与世家为敌是商人最基本的素养。当时林家公司存亡之秋，这个一早定下来的婚约，夏家自然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退婚。而林家也一早便跟记者爆料此消息，一瞬间整个社会人尽皆知，夏琳是父母独宠的女儿，他们自然舍不得让她嫁入林家。而我只是随意让他们拿捏的棋子，于是就让我代替夏琳嫁入了林家。我可以给你500万，公司股份不可能。林芝沉默一会，冷声道：我没有再理他，反正我条件已经提了，能不能满足是他的事情。林芝看我没反应，转身离去。我也懒得管他，毕竟我只是想得到林家的产业而已。林芝昨晚一夜未归，我们结婚以来，她都很少回家。这3年来，我认真做好他的妻子，做好他父母的好儿媳，陪他应酬吃饭，扮演着外人眼中的完美夫妻。而他们的公司也因这桩诚信的婚事起死回生。500万，就想买走我本该恣意的青春，利用完了就像扔垃圾一样扔掉。可笑！当晚邮箱收到一封离婚协议，我都没打开看，转手扔进垃圾箱。今天一早便听说林母来了。林家父母不和我们住在一起，平日里也不经常来我们这里。我知道肯定是林芝告诉他离婚的事情。我故意磨磨蹭蹭地下了楼。妈，今天怎么有空到这里来？我边走边打哈欠。林母有点诧异，她肯定疑惑，我平日里并不是这么没规矩。还没等她开口，我就吩咐佣人阿丽上早餐，并邀请林母一起用餐。林母没说话，只是一直盯着我。我自顾自地吃着早餐。哦，突然一阵呕吐声。林母立即回神，一脸不可置信：难道你怀孕了？我嘴角勾起一抹微笑：是的，妈，最近老感觉全身乏力，还犯着恶心。我不放心去医院查了一下，是怀孕了，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。恭喜您要做奶奶啦！林母眼睛瞪得老大，并未露出欣喜的表情。我知道她并不高兴，可我不需要她高兴，我只要顺利生下这个孩子，林家的产业就都是我的。林父早就催我们要个孩子，他才不管生孩子的人是我还是夏琳。林母是喜欢夏琳，所以她一直对我淡漠。
心里一直想着夏林能回来，与他儿子再续前缘。林母无心与我闲聊，甚至注意身体这种话都没说，就匆匆离去。他当然是赶着跟林芝告密。林芝，我昨天给过他机会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把握。那我只好亲自出马去拿到这一切。接着，我给林父打去电话，告诉他怀孕的消息。林父听后十分欣喜，不仅叮嘱我注意休息，还说会让林芝多陪陪我。最后说了一句：如果我生的是儿子，林家所有的产业都是他的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这边刚挂电话，那边林芝的电话就来了，开口就是质问：你什么时候怀孕的？我根本就没有碰过你，你不用知道什么时候怀的，你只需知道这个孩子是你的，而你也别想跟我离婚。至于你在外面有几个女人，那都不关我的事。我冷漠地说完，挂断了电话。早在2个月之前，我就知道夏林要回国，那天是我的生日。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娘家住几天，还没进门，就听到爸妈的争吵。我已经打电话让琳琳回国了。现在林家公司越做越大，已经不像当初那时候。琳琳回来是要跟林芝结婚的。你跟夏婉说，让她抓紧跟林芝办离婚，不要耽误琳琳嫁入林家。妈妈冷色厉声对着爸爸吼道。爸爸无奈道：早，她也是我们的女儿，你怎么如此差别对待？在这个家还没有你说话的份。妈妈甩给爸爸一句话，转身离去。爸爸低头捂脸叹气。这一瞬间我才知道，我的妈妈她根本不爱我，所以她根本不在乎我是结婚还是离婚。那天我没收到所谓家人的生日快乐。小时候，即使考试得了100分，她也只是嗯一声，一句表扬的话也不说。她给夏林买漂亮的新衣服，给她报舞蹈班，而我一件棉袄穿了3年，她也看不到袖子短了半截。只要是夏林喜欢的东西，我怎么也得让给她。有一次，我期末考试考了年级第1，老师奖励我一支钢笔，我拿回家给她看，却不想被夏林看到，他执意要这支笔。但我知道这是我努力得到的奖励，所以我不愿给他。就在争执不休时，妈妈走上前打了我一巴掌，把我推到地上，然后从我手里抢过这支笔，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。你也配跟琳琳抢？转头温柔地放到了夏林的手里。我的爸爸当时也在场，可他只是一个赘婿，在这个家没有说话的权利。包括我跟夏林的姓，都是跟着母亲来的，名字也是母亲取的。只是我的名字单字一个早，不过是因为我早出生1个月，仅此而已。而夏林的林却有美丽、善良之意。爸爸为了迎合妈妈，自然也不敢开口，而后也渐渐与我疏远。那时候小，单纯的以为他们只是不喜欢我而已。但从那以后，夏林喜欢的东西我都不会争。即使如此，妈妈也没给过我一个笑脸。就连上次我被迫代替夏婉嫁入林家，她也只是觉得我抢了夏林的东西。我开始怀疑，我到底是她亲生的吗？我明白，此刻我只有靠自己。一旦被离婚，就彻底被林家还有夏家抛弃。夏家因为有妈妈在，所以自己不可能出头，那就必须抓住林家。于是我把夏林和国外男人的合照发给林芝。我知道他们没有彼此的联系方式，在当初被逼分手的时候就赌气互删了。果然，晚上他醉醺醺地回到家，问我这是什么意思。我说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旧爱的消息，仅此而已。旧爱这个词成功激怒林芝。
他冲过来掐住我的脖子，嘴里嘟囔着：“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？”我假装没听到他的羞辱，靠近吻住他的唇。这是我们结婚之后第一次亲密接触。我的唇停在他唇上的时候，林芝稍微愣住了2秒，防止他清醒过来，我加深了这个吻。感受到他的主动，我知道我成功了。就这样一夜春宵过后，趁着林芝还没醒，我离开了家，后又假装刚从外面回来。昨晚林芝醉成那样，当然不知道与她缠绵的是我。本来我还打算再来几次这种事，可我没想到一次竟然成功了。是的，我成功怀孕了。在1个多月的时候我就知道，就是为了等林芝提离婚的这一刻，我发了一个仅夏琳可见的朋友圈：“宝贝，欢迎你的到来。”配图是测出怀孕的 B 超单子，我就知道夏琳会坐不住。果然10分钟后，夏琳打来了电话，邀约我明早见面。我时隔3年终于再次见到夏琳，只是没想到是为了一个男人。她还是那么漂亮，只是3年没见，还是有一股茶味。看到我的那一刻，她没有说话，只是跪在了我面前。她说她并不知道我怀孕，但是她是真爱林芝，求我把林芝让给她。她还说我的孩子可以由她跟林芝来抚养。我们已经结婚，并且现在也有了孩子，我不会跟林芝离婚的。我淡笑地看着她，夏琳顿时红了眼睛。姐，感情的事情是无法控制的。我跟林芝是真心相爱的，况且林芝根本不爱你，求你成全我们吧。我不禁想笑，还是这一套，从小到大就知道抢人家的。这不是在家里，你以为现在我还会让着你吗？夏琳听到这话，顿时愣住。这时，林芝过来了，像是担心我会欺负夏琳一样。林芝看到夏琳红着的眼眶，皱着眉质问我到底怎么回事。我哪里知道，甩下一句话，转身就走，懒得看他们卿卿我我。走到门口，余光看到他们已经亲在一起，真甜蜜。上一次只是单纯的合照，就让林芝如此激动。他要是知道夏琳在国外的更多事情，还会一如往昔吗？我在车里看着他们，嘴角勾起一抹微笑，低头摸摸还是平扁的肚子。宝贝，妈妈只有你了。一通电话进来，之前让医院查的基因检测也有了结果，只是我没想到，结果竟是这样。基因检测显示，我是爸妈的孩子，而夏琳并不是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有点想笑。一个是爸妈的亲生孩子，却不受待见；一个不是爸妈的亲生孩子，竟宠爱到如此。我一时想不明白，但当我想起爸爸那唯唯诺诺的样子，我明白了，妈妈根本就不爱爸爸，准确地说是厌恶，所以连带我这个爸爸的孩子都一起厌恶。那夏琳是谁的孩子呢？妈妈那么爱她，一定有什么隐情。拿起电话打给宋宁，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，知道我所有的事情，包括我在家里不受待见，被逼嫁给林芝。宁儿，你帮我找个侦探所，我要查一查我妈妈之前的事。我没有隐瞒，把我怀孕已经基因检测的事情都告诉了他。他虽性子大大咧咧，但就是嘴牢。宋宁听后欣然答应。爸爸给我打来电话，约我见面。我当然知道这是母亲要求的任务，他不得不执行。他先到了，当我走近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他头上多了几根白发。他是赘婿，所以他想要得到母亲以及母亲家族的认可。他比任何人都努力，可在这个家，
还是卑微的像个外人。外公是喜欢她的，因为她那时老实肯干，也是看中这一点，才让妈妈嫁给他。早早，你来了。爸爸转头看见我笑了笑。爸，有什么事还得在外面说。我边说边拉凳子坐下。你知道婉婉回来了吗？是吗？他倒没跟我联系，这可太好了，咱们家可真是双喜临门啊。我假装一脸欣喜地说道，看出他的疑惑，我率先开口：爸，恭喜您要当外公了。早早，真的吗？我要当外公了。一瞬间他脸上的疑惑被欣喜掩盖，他是高兴的。看到他这个反应，我心里暖了一下，至少有一个人是真心为我高兴的。我点头微笑回应他。这顿饭吃得无比和谐，我们两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，那些话自然也没说出口。临走的时候，我有点可怜他，回去又免不了一顿侮辱的话。如我所料，第二天一早，我的好母亲打来电话，让我回家一趟。在家楼下，看到一个男人一直在往我家的方向看，我以为是爸妈的朋友，就开口问：叔叔，您找谁？听到我的声音，那人回头，我一时有些震惊。这个人长得好熟悉，他有些慌张，请问夏红梅女士住在这边吗？像是为掩盖什么，又加了一句：我是她的老同学，找她有点事。夏红梅，我妈妈的名字。在的，她是我的邻居。我略有犹豫地开口询问：请问你找她有什么事吗？需要我帮你喊她下来吗？还是说给你她的联系方式？那男人满脸欢喜，弯腰道谢，然后我把妈妈的电话留给了他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知道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。我故意没说我是夏红梅的女儿，就是为了看看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。一直在楼下等着的我，没等到妈妈催我的电话，而等来的却是她慌慌张张地出门。不对，慌张中还透露着高兴，甚至还化了个妆。一路上车开得飞快，像是去见什么重要的人。我一路小心跟着，只看见他在一家高级咖啡馆前停了车，门口已有男人在等候。我坐在车上，看不太真切。就在他转头看到我妈时，我也看到了他的脸，是那个男人，之前在我家楼下那个找夏红梅的男人。他快步走上前，拦住妈妈的腰，妈妈也害羞地依偎在他怀里，俨然像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不想还没等到侦探所的消息，我这边竟先有了眉目。我拿起手机，先拍了几张，有那个男人的正脸，这就好查他是谁了。看着他们走进餐厅，还特意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，我车停的位置刚好是最佳观影区。期间他们彼此投喂，亲密地替对方擦拭。我从未见过母亲这样的幸福，我当然要把她如此幸福的模样记录下来。而那个男人，不知为什么总感觉他长得如此熟悉。某个他转头的瞬间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是夏琳，跟夏琳有7分像。难道夏琳跟这个男人有关系？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，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没时间看他们继续亲密，我把照片发给宋宁，让他找侦探所查时，这边林芝又开始作妖。他发短信告诉我，他已经去法院起诉离婚，并且高调宣布跟夏琳同居。第二天，我也收到了那份起诉书，于是我花高价给自己找了律师，要求就是不离婚。我在怀孕之前就查过法律，
女方在怀孕期间、分娩后1年内或者终止妊娠后6个月内，男方不得提出离婚。但是，女方提出离婚，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却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除外。林芝她没有理由，所以她必然会败诉。至于高调同居，她以为这样就能羞辱到我吗？民法典规定，自己虽没有配偶，但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，是属于重婚。我转手又给律师发消息，把夏琳起诉了。两人起诉还需要点时间，而在此之前，夏琳的朋友圈那些林芝送给她的礼物，我去家里找她要了回来，因为这属于我们婚内共同财产。看着她被羞辱的模样，我开心极了，第一次如此畅快。而夏琳此刻还想着妈妈能来救她。妈妈都自身难保了，拿什么来救她呢？我把那个男人与妈妈幽会的照片匿名发给了媒体。妈妈是夏氏的千金，人们自然是知道的，只是那个男人不是我的爸爸。很快，那个人的信息就被挖出来，都不用侦探所查。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，网友的深挖也是强大的。那个男人是妈妈的大学同学，也是初恋男友。当初他俩谈了5年，因为外公的反对，妈妈不得已嫁给了爸爸。可夏琳是谁的女儿？妈妈跟外公应该心里都有数，只是可怜了我的爸爸，毫不知情地做了一个接盘侠。临走前我一脸淡漠，你看到最近妈妈的事了吗？夏琳，你看看那个男人跟你长得像吗？我嗤笑一声，转身离去，捡起地上的礼物，顺手扔进了垃圾桶。开门却发现爸爸在门口，我一时有点慌乱，不知道爸爸有没有听到我最后说的话。爸，你怎么回来的？怎么不进来？爸爸一顿，然后回我一个笑脸，你什么时候回家的？怎么不提前跟爸爸讲？他第一次那么宠溺地跟我讲话，我一时感觉不对，但是又不知道哪不对。只见他进门去，上前扶起夏琳，怎么坐在地上？赶紧起来！看到他温柔的样子，夏琳还在边哭边告状。我心里想，可能爸爸根本也没听到，于是跟他告别离去，丝毫不理一旁的夏琳。我内心是不希望爸爸知道的。一个唯唯诺诺半辈子的男人，如果知道自己宠爱的女儿不是自己亲生的，当初能入赘夏家也是做接盘侠，自己努力了半辈子也得不到老婆的认可。我不敢想象他知道了会做出怎样的事，而且我也不希望爸爸为了一时泄愤，断绝自己的后半生。坐在车上开始回想，这次回家没有看到妈妈，肯定是这次的事情给夏家造成了严重影响，大概率是被外公关起来了。低头淡笑，摸摸微微凸起的肚子，宝贝，已经在妈妈肚子里5个月了，坚强一点，等妈妈处理好一切。第2天，我去外公家看望妈妈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夏家还在忙着花钱买那些新闻。外公看到我来了，没说一句话，但目光落在了我的肚子上。几个月了？5个月，我笑着回道。好啊，我们夏家很久没有添新人了。我自诩还年轻，不想已经到了要抱重孙子的年纪，是时候该退居幕后，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。我假装没有听懂他的意思，外公还年轻呢。闲聊了一会，我去见了妈妈。妈妈被关在外公家，她原先的闺房里。我只来过一次，打开门，迎面就是一个玻璃杯飞过来，我闪身躲过，玻璃杯的碎片还是划到了我的脸。突如其来的疼痛害我呲了一声，
双手也慌忙捂住肚子，声音引起妈妈的回望：“原来是你，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的笑话？”她似是不相信我会好心来看她。我没说话，她的眼又停在我的肚子身上。你还真是有本事啊，能让自己怀了孕。不过这个到底是不是林家的种，还真说不准呢。我还是没说话，就静静地看着她。你这死样子，像极了你那死爹。半天憋不出一个屁。见我还是没说话，她似乎有些慌乱。我最讨厌你这副满脸心机的样子。你怎么能和我的琳琳比？你连她的脚趾头都不上。我只是笑笑。我这母亲果真是不爱我。事到如今还在落井下石，没什么想说的。她不把我当人，我也不必顾及母女之情。我把基因检测的报告送到她手里，没等看到她的反应，我就转身离去。走到楼下，隐约听到一句：“夏早早，竟然是你干的，你不得好死。”后又变成了哀求。我知道无声的沉默便是最好的利器。回家后，刚准备美美睡上一觉，林芝回来了。见到我没说一句话，但是目光落在我微凸的肚子上，一瞬间她的眼神柔和了，走到我跟前，摸了摸我的肚子，仿佛有心灵感应一般，肚子动了一下。她也感受到了，抬头一脸惊喜地看着我。在孩子方面，我自然是希望孩子可以同时拥有父爱母爱的。我自己的童年不能让我孩子再经历一遍，所以即使我不喜欢林芝，他还是我肚子里孩子的爸爸。他的转变还来源于夏林。我把夏林在国外做的事都匿名发给了林芝，包括他滥交、吸毒以及同时交往好几个男朋友等。他一直都是如此，从未变过。自己不努力，一直想抢别人的东西。这次回国也是一样，他只是看不得我拥有比他好的东西，并不是说他有多喜欢林芝。林芝扶我坐在床上，他坐在沙发上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心平气和地坐着谈话。他说他跟夏林提了分手，说的时候表情悲切。我知道他肯定还是喜欢夏林的。我并未说话，因为这件事是他自己自作自受。他还说孩子生下来自己会尽做父亲的义务，努力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。后来他又说下一次产假他陪我去，月份大了，自己也要尽做父亲的义务。见我一直没说话，他也没了说下去的勇气。毕竟我没有权利剥夺孩子拥有父爱，所以我选择沉默。但我并不打算原谅他。最近似乎消停了不少，外面的那些流言也全部消失。只是妈妈似乎还没有回家，爸爸一日既往，看不出什么异常。夏林最近混迹酒吧，借酒浇愁。这天晚上，他不请自来。看到只有他一个人，我给他开了门。门开了之后，突然就跑出来几个男人，身上都带着纹身，长得也是凶神恶煞。我意识到不对，利用地理优势，飞快跑到房间反锁门，然后打电话报警，把这事告诉林芝。只是我没想到他们竟抄起砖头开始砸玻璃。我一边吓得大喊，一边还不忘拿起手机拍下他们的脸，后又打开手机录音。很快玻璃被砸开，他们揪着我的衣领，把我拎出来，随手把我扔在地上。我双手捂住肚子，不敢动弹。这时，夏林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站在我跟前。妹妹，没想到你也有害怕的时候。夏林一脸嘲讽地说道。他又看到了我那用手捂住的肚子，这个肚子里的杂种，今天也给一并处理了吧。说完，他依偎在其中一个男子的怀里。
那男子一把摸过夏林，对着其中一个小弟使眼色。那男人走上前，在我脸上甩了2巴掌。男人的手重，一瞬间，我的口腔里充斥着血味，然后吐了一口血水。抬头对着夏林说：“上一次我提示的够明显了，难道你还不知道那个男人是你的父亲？你自己才是那个妈妈与别的男人生的杂种。”我故意激怒夏林，嘲弄地说道：“你在国外的所有事都是我告诉林芝的，所以他才跟你分手。你也不喜欢他吧？只是见不得我比你好而已。”夏林一瞬间脸色刷白，听到我后面的话，脸又涨得通红，走上前又扇了我1巴掌。你这贱人，都是因为你。即使如此，我还是妈妈的女儿，夏家集团的小公主。还有林芝，我本来也就不喜欢她了，我只是看不惯你那得意的样子，所以我必须把她抢回来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？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林芝已经赶到，并且完完全全听到了。他看到林芝的瞬间，想下意识地解释，可看到我这模样，他又笑着：“既然你都听到了，那我也就不装了。”林芝张嘴想说什么，又没说，把我从地上扶起来，护在他的身后。夏林看到他这动作，很不满意他的表现，扭头对着怀里的男人娇嗔道：“哥哥，把他们2个一起解决掉。”那男人眉毛又一挑，旁边的几个男人开始对着我们拳打脚踢。我拼死护住肚子。林芝看此情景，好不容易能站起来反抗，奈何对手人太多，没一会就又被打趴下。就在这时，警鸣声响起，那些男人四散而逃，就连刚刚那个还在捏夏林的男人，也立马扔下夏林跑了。夏林被吓得一脸懵，还没等反应过来，警方已经过来把他押上了警车。我和林芝被送进了医院，所幸我没有什么大碍，而为了保护我跟孩子的林芝却还在昏迷。林父林母听到消息赶到医院，林母泪流满面，一边苦苦哀求唯一的儿子能醒来，一边狠狠咒骂夏林，与之前喜爱夏林的模样判若两人。林父也是唉声叹气，但当看到我凸起的肚子，还是松了一口气，也算是有了一点安慰。爸爸听到消息也赶过来，我安慰他没事，孩子还在。爸爸没说话，只是伸手抱住了我。第一次感到父爱的我，落下了一滴无声的眼泪。父亲只说让我好好休养，剩下的事他去解决。但我能听出有一股道别的味道。我轻声安慰父亲，暗里说着一些“你要好好的，等着见外孙”这种话。父亲点头微笑，告诉我他知道了。我本以为他听进去了，可不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医院里，林芝还没有醒，宋宁来医院看我。他本是个藏不住话的人，现在又遮遮掩掩的，让我意识到可能有大事发生了。在我的追问下，他说我的爸爸把妈妈捅死了。我一顿，果然那天爸爸听到了。他之前没准备动手，在看到我出事之后，他跑去把妈妈捅死了。我出事是压死爸爸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泪水从我的眼角流出。我不知道是愧疚自己连累了父亲，还是为了那个从未关心过我的母亲的死。出院之后，我去监狱看了父亲，他似一脸轻快，跟我说这下可以安心等宝宝出生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泪流满面。那个曾经唯唯诺诺的父亲，竟也被逼到了如此境地。我又去墓地看了眼母亲，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女人，此刻正一脸笑意地贴在墓碑上。我一时有点错愣，也没想到这种结局。
在我快走的时候，外公也来了。他自顾自地说，那个母亲以为爱她的男人，在看到母亲倒在血泊的时候，吓得转身走了。他为母亲感到不值，他是怨恨父亲的，怨恨父亲带走了他唯一的女儿，留下他孤家寡人，但也是理解他的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盯着他。曾经容光焕发的外公，在失去了那个任性女儿后，也仿佛苍老了10岁。最后他说，生了孩子之后，常带孩子回家看看。我嗯了一声，转身离去。夏林在得知母亲死了，他那生理学上的父亲也抛弃他之后，疯了，但还是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。那些他勾结的小混混也相继受到了惩罚，一切仿佛都已经尘埃落定。只是林芝还没醒，我也快到预产期了。这天在医院看林芝的时候，突然感到一股暖流流出，我知道是要生了。恰好在医院，我很快被推进了产房，生了5个小时，终于生出来一个男孩。全身粉嘟嘟的，我只看了一眼便被护士抱走。宋宁在医院陪着我，林芝也仿佛有心灵感应一样醒了过来。我是顺产很快出院，林母也仿佛良心发现，帮我订了月子中心，不知是为我还是为他的孙子，我才不管，照顾好身子才是王道。林芝也恢复得差不多了，也经常来月子中心看孩子。看到他好起来，我心里还是高兴的，毕竟是为了我和孩子才受伤的。满月之后，我带着宝宝去看爸爸，看到外孙的那一刻，我那老父亲嘴角就没下来过。只是可惜现在抱不到，他说要好好改造，等他出来抱外孙。接着他又说他在忏悔，忏悔自己对妈妈的罪责。可是人已经死了，再怎么忏悔也活不过来。走出监狱，抬头一束阳光照在林夕身上。没错，林夕，生出希望的意思。这几年，我和林芝还有联系，因为孩子。不同的是，我们离婚了，让原本错位的人生恢复原状。外公把下事交给了我，林芝也顺利从林父手里接起林氏。林夕4岁了，经常来陪外公，看着外公脸上洋溢的笑容，这也算是对母亲的一丝安慰吧。这不，林芝发来了短信，林父林母旅游回来，要来家里看林夕。外公舍不得林夕走，紧紧抱着她不撒手。我笑了，这也是一种简单的幸福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